新浪娱乐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硬糖少女303。因为咱们现在出道已经1个多月了，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集体大家一起有了莫名其妙的默契，还有一些团魂在。所以就你们彼此之间就最近比较爱聊的话题，或者能火速拉近你们关系的话题。减肥何吃？减肥合适。反正我们就是每天排练，从排练刚开始到结束，就是一直都在纠结吃啥，然后要么就不吃了不吃了减肥，一会儿又想吃点这，一起吃点水果，然后啥的，就每天都在纠结。所以你真的谁有就是很care 自己的身材，觉得真的是已经在猛烈减肥啊？我最近减的有点猛啊。其实大家都在减，但是我们是那种自发性的减肥，看到自己这儿胖了那儿胖了，不吃，吃不得，就这样。所以那你们给分享给女孩子们一个就是比较行之有效，你们试过觉得真的有用的减肥方法？不吃，卸载外卖软件，就是得忍。你们这1个月行程好像还蛮赶的，然后你们有感受到就是我这1个月好像很累啊，一直在做各种工作那种疲惫感吗？我们就是在忙碌中感受到特别的充实，像我们就是经常会有三天3个城市那种感觉，挺好玩的，就觉得我今天醒来我又在了新的一个城市，又是一个新的工作。就是奈他练就了一个功力，他到哪里都能睡，就是他是那种碎片式睡眠。对，就是他可以在刚刚等待的时候，他可以马上睡3-4分钟，然后又醒来这样子。他外号叫睡奈，睡奈。你要学他。哎呀。我不睡呀，没有时候我睡呀，我只眯一下，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就是有什么事情做女孩之后，我发现这工作还蛮新鲜、蛮好玩、蛮有趣的，可以分享这个工作。我觉得就是新鲜的事物，可能是最近就是在筹备的运动会。对，因为这回我报了那个武术这个项目，然后这个武术这个项目也是就是今年运动会新加的女子武术。对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尝试，然后第一次打拳的时候，我记得大家都笑了我那个动作，有个拍地的那个动作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超有范儿。排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有趣的事情吧，就比如说我们排练，中途，然后就是我们会上演一些那个小剧场，就比如说那天王一锦发的那个微博，就是他拿着剑，我拿着呼啦圈，然后在演戏，就是打架的，就那种练功很土的那个名字，刘霸天。不知道其实对于硬糖来说，跟你们之前说的女孩，你觉得它的特色，然后你对它的感情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那个团人很多，其实我是18岁那个时候刚刚出道的，其实也是大家看着我长大7年。但这个团呢，就是我们是从营里面一起出来的，但是就是说羁绊来说的话，也是非常深厚的，因为我们在营里面也经历了很多，一起就经历了公演啊，然后各种赛制啊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就是会给我们准备一些综艺啊，在里面就会感觉虽然时间很短，这样出来看的话只有3个月，但是我感觉我经历了2年在里头，对，就感觉我们已经认识了2年了，跟之前的团会有一种不一样的羁绊在，就感觉出生入死了大家。刷到我们这个新成立的这个团的一些评论，哪些评论让你们觉得就自己还挺开心的？哪些评论会让你们觉得为什么会这么说我，或这么说我？因为我们刚出来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对我们硬糖少女303的一些评价嘛，然后可能会说，这个 logo怎么回事呢？有点匪夷所思啊。然后，但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真的还蛮喜欢这个 logo 的，因为它的设计简约而不简单，你们懂的。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也觉得咯噔了一下，但是我们其实自己看久了，就真的觉得这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标志，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图腾。未来这个标志就是会代表着我们7个人，就觉得看到它就有一种就是我们自己的那种感觉。要细品，对，要细品。包括最开始大家对这个团名也说，为什么叫硬糖？为什么叫303？这也你们刚开始会有困惑。我们其实当时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推荐的别的名字啊。说实话，
华而不实，我们这个绝了。就是我们的寓意其实也是非常好的，虽然我的名字非常就是简单或者是比较直接的，但其实我们的寓意非常深厚，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。我们不仅仅是有一个甜蜜的外表，还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内心，可以直击到大家。那我觉得这个寓意对我们来说，对我们自己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带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力量的一个名字吧。毕竟是个新晋的一个女团嘛，然后我们知道，就其实我们可能有之前喜欢的一些女团或者姐姐情辈女团，就是我们希望达到她们那样子的状态。其实我是特别崇拜我们的师姐火箭少女101，我也是之前也算是创造101的，也是忠实观众嘛，铁粉，对，一个创始人之一，对，也是算是陪伴着他们一路2年来，所以就是从一个观众，从一个创始人到他们的师妹，到现在就是也是向他们的方向在进步，在努力。因为我们当时去参加那个《炙热的我们》总决赛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看到他们在台上，就真的是，就觉得哇，他们那个团魂真的好神奇那个感觉。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未来可以达到像他们那样子。师姐有没有就是在幕后分享给你们一些他们的心得或者交流一下？有啊，在后台的时候，对，尤其是美琪，他就是还特地来找我们，就是来跟我们分享说2年很快的，然后就是他也很激动，就抓着我们在那儿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好像把重任交给我们，对，进程给我们的感觉。你们说1年以后就会有飞速的成长，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听着挺激动的，就是很期待未来会带给我们的一切惊喜。像师姐也算是国内第一个限定团，不知道就限定团呢，像你说你们之间是迷妹或者小粉丝，就是如果关注他们这限定2年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心得，说会用到我们团？其实像我的话，其实我因为之前在海外嘛，然后其实那个师姐团也有2个之前跟我一起在海外然后活动，他们也会跟我讲一些他们在团里就是要注意什么，然后就是要去做什么，要好好做什么，真的很客观的那种，就是要努力啊，要奋斗啊，什么什么要认真，然后也会跟我分享一些什么就是舞台上的表现力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其实美琪嘛，我是从好友，然后变成师妹，然后现在变成粉丝那种感觉。无论从她的努力、认真，还有一些舞台的表现力，都让我佩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棒。那因为刚刚师姐也提到了团魂这个问题，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刚成团以后，就像我们刚刚说，其实在比赛期内，我们7个人其实没有太多就真的在一起的这样的机会。现在说实话，其实大家有这个团魂的名字了。就是我们这1个多月来，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的就是，可能现在不止我一个人了，就是因为我是第一个，就是迫不得已要独自坐飞机脱队的，因为我当时出了一些小问题，然后我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坐同一班飞机，同一个活动，但是我要比他们就是早一班飞机，所以我当时是一个人，感觉孤零零的，就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到团魂它真的是一个很内在的一个东西，你离你的团员们越远，你越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感受，就是我好需要他们不在我身边，我怎么办？我现在我要去干什么？我突然觉得很迷茫，很需要他们在身边的感觉。他特别好笑，在群里面，我们的群嘛，在群里面发说，我好慌啊，救命啊，我笑死了，快！觉得以前觉得自己坐飞机就是很正常的，现在突然觉得一个人坐飞机好奇怪，一下子有依赖性了。西林是这个队长嘛，队长请其他人来评价一下西林是个什么样子的队长。因为他平时也挺有担当的嘛，然后他也是我大哥，就一直比较照顾我的那一种，对我叫他大哥，嘿嘿。因为我们都是投票投出来的，所以就是还蛮有说服力的。如果说我们在之后2年，因为我们之间一起住一起生活，如果产生矛盾或者一些隔阂了，你们有想过怎么解决？我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大家有矛盾或者是有就是心里面解不开的结，就直说。比如说找一个时间，大家一起坐下来，就是聊一聊，有什么地方有误会，或者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满意，让对方不舒服了，大家都说出来，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问题就去解决，我是这样觉得。
我觉得我蛮庆幸的是，我们7个人都蛮有自觉性，然后都很不会什么事不会说埋在心里啊，都是有什么事情会直说，对，都蛮成熟的，是的，都是很成熟了。对于坊间讨论的，好像印堂少女303的大众关注度没有那么大，他们没有那么红，然后对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回应？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从不红到红的呀。那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在一个顶峰了，怎么往上走呢？怎么让粉丝看到我们的成长呢？其实我觉得，就像我刚刚其实发言也有说，我们可能。在我看来，我们的起点就已经比别人远了一点点，所以正因为此，我们会比别的人更加努力，更加的去追求极致，更加的把我们的标准定到最高，这样我们才会跑得最快。刚才那个发言的时候，我也说了，我说成团之夜虽然是印堂少女303的那个开始起点，但是绝对不会是顶峰，因为我们顶峰还在等着我们。就是希望粉丝们就是以后未来呢，就是能关注我们7个人，就是未来的作品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7个人呢，就是其实也非常感谢粉丝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守护和对我们的关注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未来也会出更多很好的作品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作品，